当最终的挖掘土方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都被眼前的大墓镇住了。河南洛阳挖出三国名将曹休墓，在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来了一枚铜印章。看到印章上面记载的内容以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是曹休，这三国名将曹休啊，这怎么是曹休的印？然而，让专家感到疑惑的是，身为盗墓祖师爷曹操的后人，曹休的墓竟然被盗墓贼给盗掘了，而且盗得很彻底，只留下了几件陶器和2具散落的人体骨架，甚至连地砖都被盗墓者背走了。这要是传到曹操的耳朵里，估计能把他气得昏死过去。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质疑，难道仅凭一枚印章和2具人体骨架就判定这座大墓的主人就是曹休吗？有人提对曹休和曹操的骨骼进行 DNA 鉴定，这样就可以确认两者之间有无亲属关系。于是专家将曹休的骨骼送到了考古实验室，对其进行了 DNA 鉴定。然而 DNA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那么两人的鉴定结果是否匹配呢？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曹休墓之谜。2009年5月，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连霍高速上，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扩建。就在这时，有工人突然大喊，这里有一座古墓。发现古墓的消息后，洛阳市第2文物工作队立即来到了现场，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在钻探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洛阳孟津县宋庄镇30里铺村发现了一座坐西朝东的大墓。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附近的帝王陵都是坐北朝南的，为什么唯独这座墓是坐西朝东的？如此特殊的埋葬方式让专家们浮想联翩。在对这座古墓挖掘了1年之后，大墓的轮廓终于显现了出来，而眼前的场景却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这座墓深 10.5 米，墓室的券顶高 4.3 米，墓道长35米，连专家看后都惊呼前所未见。跟咱们就是以往发掘的这个东汉墓葬还是在用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就是它这个用的砖呀规格非常高，而且这个就是砖的烧制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它的棱角非常直。就是说在以往的就是东汉墓葬里头很少见到这么规格这么高的就是木砖。独特的建筑风格，高质量的建筑材料，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墓主人究竟是谁呢？要想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就要断定这座墓葬所处的年代。根据这座墓葬的规格，专家猜测这至少是一座王侯贵族级别的超级大墓。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专家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原来这座贵族大墓已经被盗了，这就意味着花费1年的时间挖这座古墓，很有可能一无所获。带着失望的心情，他们在甬道的上方发现了6个盗洞。这些盗洞所处的年代从唐宋时期到近代各不相同，墓葬的各个墓室被盗墓贼盗挖几十遍，最后捞不到宝贝的干脆直接把地砖背走。就在考古队员发掘工作停止不前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消息。就此去一辈子，那地方叫曹衙门，那说不定对这没有关系。老人所说的九支渠以北就在考古队员发掘位置的附近，难道这是一处曹姓贵族家族墓地？就在众人猜测之余，墓中出土的几件陶器有力地证明了这座墓所处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要知道，在东汉末年，姓曹的贵族当属曹操家族最有威望，那墓主人会是曹家的哪一位呢？在考古队员第2轮的筛土排查中，这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浮出水面，而正是这枚小小的印章让墓主人的身影逐渐清晰。我是曹休，这三国名将曹休啊，这怎么是曹休的印？河南洛阳挖出三国名将曹休墓，打开墓室，专家却大声怒骂，简直是禽兽不如。原来大墓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专家之所以如此生气，就是因为盗墓贼只给他们留下来了几件不值钱的陶器和铜器。
通过这些陶器铜器的鉴定，专家断定这是一座东汉末年的古墓。虽然墓主人生活的年代被确认了下来，但是有关墓主人的身份，专家们还是一头雾水。于是他们开始了第2轮的筛土排查。随后奇迹出现了，筛土过程当中筛出来一枚铜印，这个也是大家期待的。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枚小小的印章竟然意外揭开了一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为了尽早的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立即将印章送到了古文字专家手中进行鉴定。铜印出土后，王先球同志把这枚印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让我试一下上面的印文。我是曹休，这三国名将曹休这怎么是曹休的印看到印章上面写有曹休2个大字，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通过这枚印章，基本可以断定这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三国名将曹休。曹休是东汉末年一代枭雄曹操的族子。由于曹休常年跟随曹操征战，所以曹操一直把曹休视若亲子。曹休在当时统领过曹操的精锐部队虎豹骑，深得曹操的喜爱。曹休生前还击败过孙权，为曹操立下了赫赫战功。遗憾的是，曹操去世后，公元228年，曹休被东吴大都督陆逊击败。不久后，他就因背上毒疮发作而死在了洛阳。曹休戎马一生，在三国时期可谓是名震江东。眼前的这座东汉大墓，真的会是一代名将曹休的墓吗？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墓中清理出来了2具人骨。经专家鉴定，这2具人骨分别是一男一女，其中男性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而女性的年龄在40岁左右。总之呢，就是通过这个骨骼判断呢，我们觉得这个男性生前是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营养状况比较良好，社会地位比较高。根据专家所说，墓主人的形象与曹休非常的吻合。难道仅凭这一点就断定他就是曹休的遗骨吗？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要想证明这具骸骨是不是曹休的，拿曹休和曹操2人的骸骨进行 DNA 鉴定，看2者有无亲属关系不就可以了吗？为了能尽快确认这具骸骨是曹休的，专家只能对2个人的骸骨进行 DNA 鉴定。然而等结果出来以后，在场的人却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原来由于曹操的骨头保存的不理想， DNA 提取失败了。尽管如此，曹休印章的发现以及结合考古学的文物鉴定专家，基本可以确认这座墓其实就是曹休墓，而发现的这具男性遗骨也极大可能就是曹休的。专家表示，将来等古 DNA 鉴定技术成熟以后，会再一次对2者的人骨进行鉴定，说不一定还能找到曹操的后人。您对曹休墓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